沈谦，沈谦在家吗？大喜事儿啊！省城江南冀州大学，沈谦你考上了全县理科状元。祖宗保佑啊！我们老沈家终于出了个状元呀！爹娘，我得去镇上，我得去告诉刘老师，我要拿这个给他看。对，快去！这是人家刘老师用命给你铺出来的路啊！去给他磕头去！刘老师，刘老师您在吗？我是沈谦，我考上了，我考上省城江南冀州大学了。别敲了，小伙子，那屋里没人了。李爷爷，刘老师呢？他去县城开会了，还是回老家探亲了？考上了好啊，可惜他看不到了。刘老师走了，走去哪儿了？不知道。半个月前，就在你们刚考完试的第2天，他就递了辞职，收拾铺盖卷，坐着去县城的班车走了。听说回城里了，他走得急，说是家里出了急事，再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受苦喽。不可能，他说过要等我考上的通知，再带我去吃全县最好吃的红烧肉的，他怎么可能不辞而别？别嚷嚷了，小伙子，人家城里来的姑娘能在这儿熬3年，已经是活菩萨了。他走之前留了个东西在张老师那儿，说是如果你小子有良心跑回来找他，就让张老师交给你。你去3楼找张老师吧。那是刘老师特意交代，等通知书到了才给你的。刘老师到底什么时候走的？半个月前，天没亮就走了。他说他家里的事情急，等不到你发榜了。沈谦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拿到了通往广阔世界的门票。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这是你大一第1学期的生活费和学费的缺口，别推辞，这是你应得的奖励。沈谦，要像你答应过我的那样，去往更高处，去变成一束光。至于我，不必寻找，山高路远，各自珍重。刘老师走的时候真没说回哪儿了。他是南州人，对不对？他家具体地址在哪儿？我也问过了，可刘老师只告诉我要回老家南州，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南州那么大，几百万人上哪儿找去？你骗人！你说过要看我出人头地的，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你啊？爹娘，我想上学，求求你们让我上吧。千娃子，起来吧，不是爹娘狠心，这是命，咱得认。只要去了县高，我将来考上大学，就能带你们跳出这穷山沟。不怕苦，我什么苦都能吃。千娃子，你以为我今天一天去哪儿了？我把你大伯、二舅、三姑父，连隔壁村你躺在床上的二叔家，都挨个磕头求遍了，全加起来拢纵才凑了17。可县高1个月的生活费、住宿费加起来怎么也得10块钱，这还不算你那1学期的学杂费。千娃子，你把你爹这把老骨头拆了卖了，也凑不够你的花销啊！那张通知书你收好，留着当个念想吧，好歹证明咱老沈家也出过个状元。沈谦，你今天为什么没去镇上领学籍档案？哎呦，我的老天爷！刘老师，沈大哥，您给我句痛快话，沈谦的学，你们是不是不打算攻了？沈大哥，沈谦考了全县第1，他是这10年来唯一有望考出大山的苗子。今天为了凑他的学费，我把所有亲戚家的门槛都磕破了，可我总共只凑了17块7毛2呀！刘老师，刘老师，我知道娃聪明，可让他到县里上学，光吃喝住宿1个月就是10块钱的花销啊！这生活费可如何负担得起呀？10块钱是吧？刘老师，您这是干啥？沈大哥，嫂子，这里是18块钱，是我这个月刚发的补贴，还有我平时省下来的一点生活费。沈谦去县里上学，第1个月10块钱的开销，这钱我出了。使不得呀，刘老师，这钱太重了。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沈谦的。我是他的班主任，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棵好苗子留在咱们落雁村，留在这大山里。沈总，仪式还有10分钟开始，这是您的领带。今天不仅是咱们公司上市的日子，也是全省商业峰会的开幕式。省里的领导和各大媒体都到齐了，都在等着您敲笔呢。知道了。老李那边有消息了吗？沈总，您说的是那位刘老师。老李说他已经把当年那批支教老师的名单翻了个遍，但当年的档案管理很乱，很多是临时借调。再加上刘老师当初是改了名字去支教的，真实身份至今。又是查无此人。刘老师，您干什么呀？您自己吃。让你吃你就吃，哪那么多废话？可是您也瘦了，你平常在镇上教书那么辛苦，这大盘肉您最起码吃一半。我才不吃这肥腻的东西。再说了，你以为我在镇上苦着呢？我们镇中学的食堂大厨，那可是以前在县招待所干过的，那糖醋里脊、粉蒸肉做的是一绝。我天天在学校吃的都腻了，就想吃口清淡的。这是下半个学期的生活费，还有买复习资料的钱，拿好。刘老师，其实我在学校勤工俭学，每个月能省一半的饭钱，真用不了这么多。
一码归一码，我当初立了字据的，供你3年就是3年，少1分钱都不算我说话算话。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把心思全给我铺在书本上。要是明年7月高考，你拿不回省城冀州大学的通知书，你小子就别认我这个老师。那是刘老师，这就是他说的糖醋里脊，这就是他说的天天吃肉吃腻了。我一定要考出去！喂，沈大老板，正烦着呢，你在医院？在办公室呢，刚下台手术，顺便有个事儿想跟你这个大专家念叨念叨。怎么了？还有你大专家搞不定的病？病我能治，但人心我救不了。我手里有个病人，并不难治，几十万的手术费就能去根，但这女人倔得很，离异带着个女儿，怎么说不肯接受捐助。今天下午刚签了字，打算带女儿回家了，几十万我帮你出了就是。这点小事也值得你专门给我打电话？钱是小事，但那种绝望的眼神我看不得。你过来吧，就在我这歇会儿。怎么，远方科技的沈大董事长宴会就这么逃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破产了呢。那些应酬除了互相吹捧，就是算计我兜里的钱，没意思。老白，咱们认识快10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真正在乎过那些名利？是，你沈谦在乎的只有那个在报纸上找了20年都查无此人的刘老师。说真的，老沈，20年了，你现在身价几10个亿，什么恩情还不清？你该放下了。放下！当年要不是他硬生生按那个红手印，我早就埋没在砖窑厂了。我这条命都是他给的，你让我怎么放下？不说我了，你电话里说那个让你头疼的病人怎么回事？你把账号给我，我直接以远方基金会的名义打过去不就行了？这点钱对你来说连1辆车的供置费都不够，可对他来说就是一座压死人的大山。今天下午我实在看不过去，跟他说我帮他申请医院的特惠基金，再找几个熟人凑一凑，先把手术做了。这不是挺好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他拉着他那个哭得快晕过去的女儿，给我深深鞠了一躬。他说：“白医生，这世上没有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万一死在手术台上，或者将来丧失了劳动力，这几10万的烂账，难道让我这个未成年的女儿去还吗？”那小女孩呢？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妈放弃治疗？那丫头懂事的让人心碎啊！今天下午在走廊里头直接跪在了我面前，抱着我的腿部撒手，求我救救她妈妈。她死活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她说：“我们不能拿人家还不清的恩情，人要活得干净，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轴的人？”你平时脑子灵活，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把这笔钱塞给他？这是他的签名。老沈，你干嘛呢？烫着没？是啊，下午当着我的面签的，怎么了？你这是？他在哪儿？地址，把病历上的地址快给我。病历上写的是在城南的光明村，就是那块拆迁的城中村。20年了，你凭什么躲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还你？你当初为了帮我拿自己的生活费，为了供我读书，在冬天吃冷馒头配盐菜，硬生生把我捞上来了。现在自己想走，我不答应，就算花再多的钱，我也必须治好你。大爷，光明3巷38号怎么走？你是干啥嘞？穿的人模狗样嘞，来我们这破地方干啥？我找人，找刘望瑶，求您告诉我地址。从这儿拐进去，走到头最破的那扇铁门就是。不过大老板，我劝你别去了，嫌晦气。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晦气？那家的女人命苦，摊上个烂赌鬼男人跑了，自己又得了治不好的要命病，听说连买药的钱都没了。这2天晚上好的怪瘆人，估计是救不了了。为什么？20年了，刘老师，我来迟了。你是谁？孩子，这是刘望环的家吗？你们不要再来了！李重亮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他借你们的高利贷，你们去找他要啊！昨天你们泼红气，今天又换了穿西装来装好人吗？我妈都被你们逼得快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逼我们？再过来别怪我不客气。不，孩子，你误会了，我不是要债的，我不认识什么李重亮，我真的不是坏人。骗子！你们这些催债的，没一个好东西。我是来报恩的，我是你妈妈20年的学生，我叫沈谦。你骗鬼呢！我妈从来没当过老师，你走不走？是谁在外面？别跟人吵架，
把门关上。是他，是刘老师的声音。外面风大，快进来吧。你听到没有？我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别来折腾她了。对不起，今天我必须见。刘老师，我找了您20年啊，您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啊？你是沈？是啊，刘老师，我是沈谦啊，落雁村的沈谦。你走啊！别看我现在样子。刘老师，您别躲着我了，行吗？我知道您当年为什么走，我也知道您这20年过得苦。可是我来了，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以救您的命啊！我不要你救，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你不许欺负我妈！你走啊！听到没有？你到底是谁呀？我们家都这样了，连买米钱都没了，你到底还要干什么？您是不是觉得您现在的样子很丢人，就不配当我的老师了？放手！你放手！求求你放手！您错了，在我心里，您永远是那个在雨夜里把生活费拍在桌子上，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恩师。您当初指着外面的大山让我去变成光，现在我做到了，我成了省城最大的科技公司老板。可是如果我这束光连当初没给我擦柴的人都照不亮，连吃冷馒头帮我的恩人都救不活，算个什么东西？老白，通知省院，马上腾出最好的病房，请来你们心外科所有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给我派最好的一辆带呼吸机的救护车，马上开到光明3巷。10分钟之内，如果我没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明天一早我会撤销远方基金会对省院所有的医疗器械赞助。我说到做到。孩子，去收拾一下你妈妈最想带走的东西，今晚我们搬家。沈谦，你别折腾了，我没钱，我还不起。您别说话了，您不需要还钱，您只要好好活着，小心点，他现在身体很虚，动作放轻。沈叔叔，这得花多少钱啊？我以后捡瓶子还你行吗？宁宁，记住叔叔的话，从今天起，你不需要再去捡任何一个瓶子，你的手以后只能用来握笔，用来弹琴，用来画画。至于钱的事，那是大人的问题，你不需要操心。幸亏你把人带过来了，他的心脏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再拖3天，神仙也救不了。不过好消息是，情况暂时稳住，但必须尽快，最迟不能超过下周。只是什么？进口的器械费用非常高昂，最麻烦的是他后期的抗排异和康复理疗，这是一个漫长且极其费钱的过程。我粗略算了一下，整个治疗周期下来，没有200万根本拿不下来。老沈，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你虽然有钱，但费用不够，随时找我。老白，我要的不只是他能活下来，我要他长命100岁。用最好的药，用最好的专家。如果国内不行，我明天就包专机。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敢放手去治了。你这报恩的架势，真是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妈，你觉得好点了吗？宁宁，咱们不能住这儿，这得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啊！妈，你别动，沈叔叔说了，他欠您的恩情比这大1万倍。宁宁，你睡旁边那张陪护床，叔叔就在门外，有事随时叫我。刘望瑶，你给我出来！是他怎么找到的？老子是他的合法丈夫，来找他天经地义。你就是李重亮，跟我出来谈，我保证给你一个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价格。沈老板是吧？爽快。
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大老板打交道，痛快不磨叽。我这人是个粗人，说话直，你也别见怪。50万，只要钱一到账，我立马在离婚协议补充条款上签字，连那个小拖油瓶的抚养权，我也可以彻底放弃。以后我李重亮绝不踏进医院半步。这买卖沈老板不亏吧？50万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少了？沈老板要是觉得我李某人够朋友，多给点，那自然是。把你的银行卡号写下来。沈老板，我等着你的转账啊！只要钱一到，我保证消失的干干净净。回去等着吧，我保证这笔巨款会准时送到你手里。他名下的资产，他的社会关系，他最近的资金流水，哪怕是他多年前在街边跟人打架的处罚记录，都必须一字不例的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张律师，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且永无翻身之日，听懂了吗？明白。沈总放心，时间足够了。沈总，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借了120万高利贷，理财非法集资骗了120万，我们人员还在摸排。沈总，需要我们法务部配合，直接把非法集资证据递交上去吗？我要让他先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走投无路。去联系龙哥，把李重亮那450万的债权全资买过来。沈总，花钱买这种烂账，这钱肯定是收不回来的。我缺这点钱吗？明白，我马上叫人去办。买回来后，立刻冻结他名下所有银行卡账号，24小时内把他逼到崩溃。我额外给10万辛苦费。50万马上到手，老子又要翻盘了。钱该还了吧？我转，有个大老板答应给我打50万的。不可能，这不可能！您好，这里是远方科技总裁办，请问您找哪位？我找沈老板，我是李重亮，沈老板答应给我钱的。沈总说50万太便宜了，他给您准备的付款已经在路上了。沈总，沈老板，沈爷爷，我错了，我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那些高利贷是您买下的，对不对？只要您肯放过我，我做牛做马报答您。我沈谦不缺牛马，况且你这种人渣也不配。李先生，仔细看看吧，这是一份永久放弃抚养权协议，协议写得很清楚。第一，你承认名下那450万的非法高利贷与刘望璇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无任何关联。第二，你永久性放弃对李宁的抚养权。从你签字的这一秒起，刘望瑶母女与你形同陌路，再无任何法律上的瓜葛。如果我签了，沈总能帮我把外面的债平了吗？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知的。你涉嫌的违规移资案，我保证会把期限给你顶到格。这10年8年里，你会在里面过得非常充实。如果你签了，高利贷的人不会去骚扰你；但如果你不签，或者你还敢对刘老师母女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你信不信我会让你每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签！张律师收好。沈叔叔，做作业呢，遇到不会的，一会儿叔叔教你。
当年叔叔可是全县理科第1名。刘老师，今天外面的阳光不错，我给您带了一份礼物，您看看。这是？他进去了，非法集资加上高利贷逼债，数罪并罚，10年起步。法务已经拿着这份协议去公证处做了公证，并向法院申请了判决离婚。您的债务危机解除了，从今往后，您和宁宁自由了，再也没有人能来骚扰你们。沈谦啊，这恩情你让我这辈子怎么还啊？刘老师，您又来了，这是我该做的。只要您配合老白做手术，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报答。宁宁干什么？叔叔可不兴这一套啊！沈叔叔，对不起，那天我还拿棍子打您，我还咬您。您是好人，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谢谢你救了我妈，谢谢你赶走那个坏人。沈叔叔，宁宁，别怕，过去的都过去了，从今天起有沈叔叔在。你想上全省最好的学校，叔叔供你；你想学钢琴、学画画，叔叔给你请最好的老师，叔叔来保护你，谁也别想再欺负你。白医生，我妈怎么样了？老沈，你小子真行，硬生生拿钱把阎王爷的门给砸碎了。手术成功，刘老师这条命算是抢回来了。沈董，初2一班在3楼走廊尽头。走快点。这是我第一次给人开家长会，可不能迟到。沈董，您推掉那个200亿的跨省投资并购案，就为了来开个家长会？董事会那边让他们闭嘴。半年前刘老师做完手术，我好不容易才把宁宁塞进这所学校。刘老师当年怎么托举我的，我现在就要怎么回报在宁宁身上，别的都不重要。明白，沈董，前面就是了。你个没教养的野丫头，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这件衣服是在法国手工定制的？你弄脏了，你赔得起吗你？把你妈叫来看她够不够赔的。这是什么声音？苏老师，这种穷得要命的叫花子到底是怎么混进咱们博文学院的？我儿子刚才好心问他家里是干什么的，他不仅不说，还敢动手推我儿子。今天必须开除他。宁宁，你先别倔了。我不道歉，是他先骂我的，说我妈是收破烂的。我妈不是收破烂的，我妈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而且我没有推她，是她自己踩到水坑滑倒的。我好心去拉她，她还把我推在了地上。你还敢狡辩？我今天就替你妈好好教训你。你敢动他一根指头试试？沈叔叔，你是谁呀？你弄疼我了，放手！我当是谁呢？你就是这个小孩的家长是吧？看你穿的人模人样的，怎么教出这么个手脚不干净的？你敢打我，你完了！我老公马上就到，我要让你和这个女孩走不出博文的大门。好啊，我在这儿等他。宁宁，过来。手疼吗？不疼。沈叔叔，对不起，我给您惹麻烦了。宁宁，你记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你妈妈是我的恩师，你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年级前10的，你的脊梁骨是天下最硬的骨头，在这座城市里，除了你妈，谁也没有资格让你低头。我知道了。老公，老婆，洋洋，出什么事了？老公，你终于来了！就是这个男人，他不仅护着那个弄脏洋洋衣服的野丫头，他还打我！你快叫保安来赶走他！反了天了，在省城还有人敢打我老婆？你是哪条道上？沈董，您怎么会在这里？张总，好大的威风啊！原来骂我侄女是野丫头，说我恩师是叫花子的，是你的太太和儿子。侄女，恩师，还不快给沈董和这位大小姐道歉！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大小姐，对不起，是我儿子自己摔倒的，不关您的事儿，求沈董高抬贵手啊！
宋老师，沈董，为人师表，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如果这所学校的老师只会看家长的衣服品牌来断定谁对谁错，那这种学校不读也罢。我错了，沈董，是我没查清楚。宁宁，外面的世界很大，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高山，也会遇到很多看不起你的人，但你要记住，你不要怕。你妈妈当年用柔弱的肩膀把我拖出了深山，今天沈叔叔也把肩膀给你，你踩着我的肩膀，去看看这天下最高处的风景。谁敢让你低头，我就让谁趴。老白，大恩不言谢。刘老师底子亏得厉害，以后绝不能再干重体力活，更不能受气，得好好养着。放心，有我在，他这辈子不会再吃一点苦。刘老师，白医生说您恢复得很好，今天可以正式出院了。沈谦，这大半年的医药费，我知道是个天文数字，你放心，我出院后就去找份工作，我能吃苦，我慢慢还。今天咱们不谈钱，您出院了住哪儿？光明村那个房子不能回了，我打算下午带宁宁去城郊租个便宜的平房。宁宁寄宿，我一个人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不行，平房太吵，您刚做完开胸手术受不了。其实我今天是想求您帮个忙。求我帮忙？公司前几年在西郊南湖建了套接待别墅，现在闲置了，房子空久了容易坏，我想找个信得过的人去帮我看着房子。找家政我不放心。您反正也要找工作，能不能委屈您搬过去帮我照看？每个月给您开3000工资，包吃包住。这怎么行？你这就是变着法的接济我。沈谦，老师虽然穷，骨气还是有的。老师，妈，沈叔叔那么忙，哪有时间管空房子呀？您去帮他看着，那是帮他解决大麻烦呢，对吧，沈叔叔？宁宁说的对，刘老师，那房子要是漏水发霉，我损失可就大了。你就当帮学生一个忙。你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好，我答应你，但工资我绝对不要，就当抵房租了。成交。我看院子空着，就让人从乡下挖了点土，随便种了点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沈谦，你撒谎的本事可比你当年做数学题差远了。什么闲置宿舍，你硬生生把落雁村的那片山坡搬到了这城市里。只要您住得安心，撒点谎算什么？20年了，沈谦，你找了我20年，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怪我？当年为什么要在你拿到通知书最风光的时候不辞而别？那年夏天，邮递员把喜报送到学校，其实我就站在办公室窗户后面，看着你拿着红信封在操场上又哭又笑。没走，因为那天的我是个逃兵。我爸突发脑梗，家里下死命令逼我回城，我妥协了。可是回城之后才是噩梦。父母逼我嫁给李重亮，我以为嫁给谁都一样，可他酗酒、赌博、家暴。我怀着宁宁时，他把我的头往暖气片上撞。前几年我查出心脏病，他直接把我和宁宁赶出家门。沈谦，这20年来，我看着你一步步做大远方科技，我很骄傲，但更多的是无地自容。让你去变成一束光去照亮别人，可我自己却过成了一滩烂泥。我怎么有脸去见你？我宁愿你当我没了，也不愿让你看到你的恩人成了这副样子。刘老师，您看着我，您觉得您是个失败者，您错了。您当年放弃回城，在落雁村那个连电都不通的地方熬了3年，硬生生把我这个原本要去砖窑厂搬砖的泥腿子塞进了全省最好的大学。如果没有您，远方科技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世界上就不会有身价10亿的沈谦，只会多一个在黑煤枪里累死累活的苦力。您说灯塔塌了，可是现在您亲手点燃的火种，现在已经烧成了燎原的大火。就算退1万步真的是滩烂泥，那您也是滋养了我这棵参天大树的纯土。在我沈谦心里，无论您是穿着高定礼服还是洗发白的旧衣服，无论您是站在讲台上还是站在什么地方，您永远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高大最干净的灯塔。
这20年，您受苦了。可是现在，您的学生长大了，有出息了。现在，该轮到我来给您撑伞了。您就踏踏实实坐在这儿，看着我怎么把您丢掉的骄傲，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给您拿回来。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讨论下季度的财报，我决定以远方科技集团的名义，独资成立一家非公昧性的乡村教育慈善基金会。基金会的初始资金，您打算批多少？1000万。不仅是首期1000万，以后每年净利润的1%，将无条件划拨到这个基金会的账户上，专项用于全省贫困山区的希望小学建设、支教老师补贴，以及贫困生的高中大学全额资助。沈总，这可是个无底洞啊！而且这笔钱如果投向山区教育，董事会那边会不会有意见？有意见。远方科技是我沈谦一手创立的，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在提意见，而是在下达指令。这笔钱就算打水漂，我也必须砸进大山里。因为没有大山里的教育，就没有今天的我，更没有今天的远方科技。基金会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望瑶教育基金会。法务部和公关部限你们3天内把所有的注册手续和审批流程走完。谁要是拖了后腿，明天就去财务部结账走人。妈，沈叔叔来了！沈叔叔来了！刘老师，我给您找了份新工作。工作？你这孩子，我都说了，你给我开这3000块的看门工资，我已经受之有愧了。你又瞎捣鼓什么呢？我这身体可去不了你公司上班。望瑶教育基金会1000万，沈谦，你疯了！你拿1000万出来做慈善，还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我没疯，刘老师。这1个多月，我看着您每天在这个院子里浇花看书，虽然您笑得很开心，但我知道您心里其实一直有个遗憾。既然您的理想碎了，那我就用这1000万真金白银，把您的理想重新筑起来。您当年拿半个月的补贴救了我一个，现在我给您1000万的资助，我要您拿着这笔钱，堂堂正正的走回教育系统，去救成百上千个沈谦。这辈子，我不许您再糊一个纸盒，不许您再扫一次大街。我要您重新站回最高处，去当几千几万个大山孩子的灯塔。好，既然你敢砸钱，老师就敢接。明天我去基金会上任，我要亲自去考察每一个贫困县，我要让这笔钱每一笔都花在刀刃上。这才是我认识的刘老师。那么刘会长，不知道您上任后的第1个项目打算定在哪里？落雁村。紧张了。一晃20年了，当年我走的那么狼狈，像个逃兵，我甚至以为我这辈子都会烂在城中村那样的角落里。刘老师，您记错了，当年您指着这片大山告诉我要去更高的地方去变成光，您不是逃兵，你只是去外面转了一圈，现在您回来了。这位大老板，欢迎您来我们落雁村啊！我们代表全村的娃子给您鞠躬了。使不得，使不得！村长爷爷，我是沈谦啊，我是老沈家的谦娃子，我是老沈家的谦娃子。谦娃子，老天爷啊，真的是谦娃子！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回来了，谦娃子回来了，谦娃子回来了。这就是当年考了全省状元的沈谦啊！我的天啊，现在居然成了这么大的老板！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沈谦是回来看大家的，但是真正给咱们村捐建学校送物资的，不是我。刘老师，您是镇中学那个教语文的刘老师？你不是回城里了吗？当年您不辞而别，咱村里人都说对不住您呐。您当年把活命钱都给了谦娃子，您天天吃差的，外面都知道啊。这些年村里的学生一茬接一茬，可是再也没有遇到像您这样肯把命都掏给学生的好老师了。您别哭，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带着最好的老师，带着新学校回来了。乡亲们，望瑶教育基金会的第1笔1000万资金今天正式启动。就在老校址上，我们要建一栋全省最先进的4层教学楼，有媒体教室，有塑胶跑道，有干净的免费食堂，还要盖一栋2层的教师公寓。我们要把省城最好的支教老师请进来。不仅如此，以后落雁村所有考上高中的孩子，学费、生活费，我们基金会全包。
只要你们肯读，读到博士、博士后，我沈谦攻到底。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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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沈叔叔，跑慢点儿，小心出汗吹了风着凉。我今天听村长爷爷说，您当年为了翻过这些山，连饭都吃不饱，差点去砖窑厂搬砖。是啊，那时候山太高了，高到连一只鸟飞出去都要8层皮。那大山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呀？外面的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大。当你绝望的时候，世界小的只剩下一张50块钱的钞票，小的能把你活活逼死。可是当你遇到了一个愿意在黑夜里给你擦亮火柴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和那束光一样大。只要光能照到的地方，不管隔着多远的山，不管隔着多远的岁月，那就是你能到达的最广阔的世界。我懂了，沈叔叔，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变成光。好，叔叔等着你照亮世界的那一天。刘老师，您还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这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当年我那个宿舍的门缝有2指宽，冬天被风一吹，盆里的水能结一层厚厚的冰。现在的条件，就算省城的重点小学也未必有这么好。必须要好。当年留不住人才，是因为条件太苦，熬不下来也正常。我既然建了这所学校，就绝不能再让支教的老师吃苦，只有让他们住得体面，有尊严。这大山里的教育才能留得住根。老村长，千娃子，祖宗显灵，咱们落雁村祖坟冒青烟了，再也不用怕刮风下雨了，再也不用怕屋顶的茅草被风卷走了。千娃子，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在这草场坐了一整宿，谁都没舍得合眼啊，就这么盯着这栋楼看，生怕一觉过来，这神仙一样的好学校就飞走了。村长爷爷，飞不走的。这学校的地基是用钢筋水泥浇筑的，这山里的路是用柏油铺平的。从今往后，落雁村的学校就是这10万大山里最结实的堡垒。谢谢阿姨。孩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师碗里有肉，你长身体自己吃。刘校长，我爷爷说了，这所学校是您和沈叔叔给我们盖的。我爷爷还说，20多年前，您为了教我爹那一辈人读书，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自己天天在宿舍里啃冷馒头就咸菜。刘校长，现在我们有食堂了，天天都能吃肉，您多吃点肉，以后再也不用吃咸菜了。好吃，谢谢你，孩子。刘老师，落雁村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基金会的步伐会走遍全省每一座大山。我要让这漫天星火照亮所有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各位来宾，各位同仁，过去这6年，望瑶基金会就像是一个在10万大山里埋头赶路的农夫。今天，我想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种下的庄稼。6年时间，
远方科技集团累计向基金会注资突破2.8亿元。我们在全省最偏远的贫困山区，全资捐建了217所望瑶希望小学和79所标准化寄宿制小学。所有的学校全都配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塑胶跑道和充足的营养食堂。在这6年里，我们全额帮助了3000余名学生，其中有1000多名孩子成功考入了省外的重点高中和大学。他们走出了深山，看到了外面更大的世界。但是，这依然不是我们最骄傲的成绩。就在今年夏天，望瑶基金会资助的第1批、第2批已经走向了社会。让我们感到骄傲和震撼的是，有整整430人主动放弃了留在北上广深大城市的高薪机会，他们选择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大山。他们重新接过了点亮大山的火把。25年前，大山是一座困死人的牢笼，而今天，大山成了一座生生不息的灯塔。这才是望瑶基金会最大的成果。大家好，我叫李宁。10年前，我也曾是一个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的底层女孩。当年，是一位叔叔像天神一样降临在我的世界里，驱散了所有的黑暗。他告诉我，我妈妈曾经用肩膀托举他走出了深渊，所以他要把肩膀借给我，让我去看看天下最高处的风景。今天我想对那位叔叔，也是对所有基金会的捐赠者说，我们看到了最高处的风景，以后我们会变成你们的肩膀，去托举更多在黑暗中挣扎的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你回来了。刘老师，你怎么还没睡？你晚上在台下光顾着鼓掌了，连口热茶都没喝上，胃里肯定是空的，怎么踏实？外面零下7、8度呢，快去洗洗手。宁宁在琴房复习功课，我去厨房把火打开。看什么呢？快过来趁热吃。怎么了？发什么呆呀？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这孩子多大的人了，堂堂神董，怎么吃碗面还吃哭了？快吃快吃，趁热吃。太好吃了，刘老师。以前我以为人活着就是一场单向的消耗，拼命的往上爬，爬到了顶峰，却发现只有无边的孤独。可今天坐在大剧院里，看着地图上亮起的那几十所学校，看着那400多个回到大山的孩子，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牺牲，它是一场跨越漫长岁月的生生不息。您当年在泥泞里给我擦亮了一根火柴，我今天用这根火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灯火，也照亮了我回家的路。而现在，千千万万个走出大山的孩子，又举着这灯火，照亮了更多人的夜路。你做到了，千娃子，你真的变成了光。